今吾天庭水神，奉玉帝陛下旨意，起兵讨伐尔等。尔等若身无业障，便放下武器离开此处，天庭必不阻拦。莫要听那水神胡言乱语，水神定会对我妖族斩尽杀绝，怎可能轻易放过？哦，是吗？白泽前辈，属下白泽拜见水神大人。曾经的妖庭元帅，如今已成为了我的坐骑。尔等还不投降？白泽元帅既然真的投降了，不如我们也……白泽降了又如何？别忘了，我妖族还有气运在身。妖族气运？怎会有殿下的气息？莫非……这就是你们妖族的气运？有滴血，有滴血！殿下，水神你敢！妖庭残存之气运，还妄想与天庭相抗，不自量力！既如此，那便以此天道之力，为我天庭大军加持。今日我主杀伐，尽灭此地妖族，杀！万物均衡。长庚爱卿简直绝了，骂人一句，算计一句，斗法一句，就是让我这玉帝做的毫无存在感。下一个化身也该提升日程了。白先生，今日多谢了。水神不必客气，不过你这万物均衡之道当真厉害，不仅能均衡单飞之妖的急速，连濒死大妖的伤势也能跟其他大妖均衡。今日所用不过是均衡之道的初阶版本，我还有底牌尚未使用。哦，可方便透露一下？我若不顾一切，燃起元神之力，准备好9转金丹，可与大神通者均衡，受髓。那你岂不是？我并不会因此增长修为，但会将对方拉入与我同岁时他的境界。只是此招一出，
与同归于尽并无区别。即便有9转金丹，也未必能救回我的元神。牵扯着实太大了，鸡肋。呸！脸呢？此战大捷，各部将士应论功行赏。长庚爱卿居首功，赐功德。谢陛下，此行不但顺利击溃妖庭余孽，还成功转移了玉帝的注意力。嘿嘿，300嫦娥总教习，拜拜喽！爱卿别忘了，尽快赴任广寒宫。陛下，小神此战受了些许轻伤，可否延缓半年前往？既是轻伤，1月内即可前往。3个月内行不行？2个月，不能再多。哎呦，这小神的胳膊好疼啊，小神的腿也走不动道了。再啰嗦，明天就给吴去上任。回天。白先生，真的没有办法让陛下改变主意了吗？玉帝是铁了心要离间你与云霄仙子，水神，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在去广寒宫的路上被妖庭余孽抓走？没有这种可能。天庭突然遭到西坊教进攻？更不可能。水神呐，水神，你有这个时间，不如考虑下，往后怎么和云霄仙子解释吧。是圣人道运。太清圣人来新指示了。大法师，难道这里是玄都城？阴阳逆转，搅灭乾坤。弟子遵命。嘿嘿，不是我不想去广寒宫，实在是
重任在身啊！陛下，玄都城有变，太清圣人命小神前往支援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小神恐怕无法在1个月内赴任广寒宫。玄都城乃洪荒天地与混沌海的唯一出入口，此地若有变故，恐将危及洪荒天地。爱卿尽快前往，广寒宫之事容后再议。是。啊。 老哥，多宝前辈，你们也来了。事关洪荒安危，我截教自不可能放任不管。这域外天魔会附身，你小心些。看来仙子应该不知道300长老总教习一事。 幸好，幸好。奇怪，侵入洪荒的域外天魔不是只有1只吗？怎么有这么多？好多人啊！哟，阐教的人也来了。 域外天魔来势汹汹，我们3教需联手应对。师兄所言甚是。阐解2教关键时候还是一条心的嘛。孔宣前辈，玄都城有变。 本座特来相助。有情国疑，孔宣虽被天道修正了记忆，但现在看来与以往差别不大。修正的部分应该只涉及有情国之事。快点过去！关于西方教大兴之举的活儿，被徐不听抢了就算了，主人你抢着截杀域外天魔的活干什么？主人你自己过去不行吗？我过去，师傅得帮我扒皮抽筋。你看，他们锅都拿出来了。那是混元金斗，大罗金仙落进去都能削成金仙。快过去，不然云霄仙子出手，俩都会没的。 此次域外天魔之难，我道门3教足以应对。没想到西方教的师叔们竟也如此有心，派了2位前来。贫道地藏，见过各位师兄师姐。喊道友就行了，我们可不敢与你们西方教称兄道姐，指不定啥时候就说我们与你西方教有缘了。意图复兴妖族，今日竟将目标盯上了。师傅，还不够快，再快点，再快！
1号，出击！没想到堂堂天庭水神，竟还有纸人化身在此处。路亚，妖族与天庭已停战数百年，莫要因一己之私挑起两族战火。满嘴道德仁义，心里却全是算计。纸人2号，出动！好在提前安排了纸人化身保护师。我的目的当然不是跟陆压拼个你死我活。纸人1号被毁，纸人2号的师傅一旦被追上，必定……要再快点！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！师父，好机会，趁所有人的注意力在友情巡雅这个吸精器身上。废巨龙舟，我来了！嘿嘿。小琼峰李长胜，你给我停下！
你一个化神九阶还敢去北周？我看不用到北周，你直接在地司关就挂了。九九师叔，弟子要去北周寻一味草药，门内并未限制化神境弟子前往北周，还望师叔莫要阻拦。你师傅呢，让我盯着你别乱跑。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去，那这测试就得改一改。在我手上坚持一炷香，我就放你去。当然，我不会用我的本命法宝，你也不会有性命之忧。如何？弟子愿意一试。鹰盾，木盾，土盾，金盾，哎呦喂！哎呀！你，水遁，又是遁术，烦死了！破天风单人剑阵，星罗密布，被这一周击中，几个月都别想下地。学着师叔出手也太狠了！游龙探云步，赢了，赢了！什么？你小子鬼花招可真多！我告诉你，北周可不是什么善地。你要是死在我队伍里，你那个废柴师傅肯定会跑过来哭哭啼啼的，想想就烦死。师叔不必担心，我已在遗书中承诺，绝不让师叔承担任何责任。记得跟人跟紧点儿，你个化神九阶。师叔，你听我说。此地乃乱帐宝林的外围边界，凭这几个人反虚境的修为便可应对，而我则要穿过乱帐宝林。先找机会脱队，再设法摆脱跟在空中的师叔。怎么突然停下来了？我和玄雅师妹要找焰火明心草，王姬师兄陪亚儿师姐走另一条路。长寿师兄，你呢？各位，多多保重，不必担心我。终于找到这小子了，居然已经跑得这么远。
一个化神9阶的还敢往里横冲直撞，赶着去找死啊！再往里走会更加凶险。若非已无他法，我也不愿来此。还是再来一手。这就是蛛丝捕捉的杀意来源。此行果然被卷入了奇奇怪怪的事中了。此人身法利落，气息凶悍，应该是关于刀尖甜心之类。初步判定为反虚6阶。这家伙可能隐藏了一些修为，但只用身法驱赶，而非御空飞行，成仙几率极低。2次判定为归道6阶。跟得这么紧，恐怕他有什么能追踪我的手段。嘿，虎形轮转，厚德化生，重着无阻，屠者在中。幻天宝伞，开！哈哈哈哈！区区仙界就这样困住我吗？第一步，封锁空间，以图制敌。小子，死期到了！第2步，摄心夺神，身有道效。第3步，渡人往生，消灾祈福。
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修行本是掠天地之灵气，如今也算归于自然了。损失一个纸人，不过有这家伙的储物戒指做补偿，总体还算不亏。友情悬崖，创伤都避开了要害，暂无性命之忧。他应该是动用了什么逃命宝物挪移了过来。毒雨要来了，如果救他会耽误找毒草。师兄，快走！唉，相比起自家不省心的师妹，果然还是友情师妹靠谱得多。带你办成吧。他们很快就会追过来。这里是……是长寿师兄救了我，他真是个好人。这些伤口都是……不过，长寿师兄似乎提过，弟子前几年突然有了被女子碰就会浑身抽搐的病症。长寿师兄，你的病好了吗？一言赠师妹，人心隔肚皮，不可轻信之。下附地图一份，可绕路离开此地。原来如此，长寿师兄应该是觉得我误解了他的好意，才倍感痛心。长寿师兄如此仁善，友情悬崖，你怎可疑他？活下去，去揭穿元清的嘴脸，去报答长寿师兄这般仁善之人，去通知父王，提防恶贼，救援玉灵，牵连顾心。铸剑！火灵剑，起！好在友情师妹性格单纯，否则真是惹出大麻烦了。往后还是远离是非为好，小命要紧的。凭直觉判断，这边应该是西南方向。只要按长寿师兄的地图绕路，立刻躲开恶贼，一定要活着回去。晋北州找仙节草已经10来天了，
一点踪影都没有。奇怪，古籍上说能毒死原先的仙节草就在这附近吧？找到了，仙节草。按照绘制地图，友情师妹此刻应该已经走远，相隔千里，我可以静心完成目标。怎么又遇到他了？这个友情悬崖有毒是吧？干脆改名有毒悬崖吧！这里可跟我给他画的地图差了足足2000里。他是路痴吗？到底是救人还是救草啊？难道要我再犯一次大错？救人很重要，但成功后太高调，且仙节草会被那个大家伙吞噬。救草符合北周之行的目标，但有违良心。以你此时面朝为前卫，师兄，退向正位8尺距离，专注于好在有长寿师兄指点。仙节草有剧毒，我还是再吃一颗解毒丹吧。别发愣，引他们去悬崖。跳！捉住他！三金碧波蛇尚未成仙，不是宇文灵的对手，你快离开此地。元清的修为虽比有毒高出一小阶，但却不如有毒为重，短时间内两人难分伯仲。眼下得解决三金碧波蛇和宇文灵等人，拿到仙节草。对手。功力不配，无穿佛骨。竟是你！宇文灵至元仙境界，即便身躯受制，未尝没有其他手法，仍需小心。眼下先解决此人。
天神出窍，万天破魂！呀！这是。 让他燃尽三魂七魄，我也要拉你陪葬！失策！哪怕你法术与算计再厉害，但终究未成仙。只要元神回到身躯，就能转生。真元锁神，仙头去灭。 元神碎片在摄神珠内很快就会消散，危机解除。毕竟是能毒死元仙的仙节草，小心为妙。采药不绝种，福元免损除。总算到手了，还剩最后一步。 杨辉这种有仪式感的步骤，还是要亲自来做才放心。此次幸得师兄相救，我才能躲过元清与宇文林的围杀，留得性命。我修为不高，只懂些遁法，对战元清没帮到你什么。 宇文林那家伙也是与三金碧波蛇同归于尽的，实在不必言谢。那个，有件事我想拜托有情师妹。但凭师兄吩咐，玄雅万死不辞。没这么严重，是我素来怕麻烦，不想引人关注。烦请师妹回禀师长时，不必多提与我相关之事。绝对不要把我扯进风波里。 低调才能躲避因果。若能与师兄这样的君子互相引为挚友，当真不虚此行。 师兄放心，玄雅明白。真明白了，实在是摸不准有毒的路子。外面有动静。
是门中派来救援的仙人到了吗？哎，找到了，玄雅在那儿，和长寿在一起。一直不见踪影的李长寿，正好出现在有情玄雅身边，会是巧合吗？长寿，长寿啊！你可是小琼峰的独苗啊！如果有个3长2短，不是还有师妹吗？小琼峰就你们2个独苗了。师傅，你的身体？不打紧，闭关冲击成仙天劫时出了些岔子。师傅的道基损伤太重，保住性命已是惋惜，如何能抗过天劫？师傅，我们这是回小琼峰了。此次历练，你的心境出了些问题，好在并不严重。幸亏师傅还未成仙，探查不到我的真实状况，尚能糊弄过去。门内听闻历练之事后，打算如何处置有情师妹？副掌门体谅玄雅失职是被奸人所迫，只惩处他闭门思过2年。师兄，你受伤了。让你照顾师兄，不是吵扰他。这几日好好休养，稳扎稳打才能平和心境，如此也好让为师安心闭关。师父要继续冲击成仙天劫了吗？为师乃是门内众峰唯一没有成仙的峰主，实在无颜面对小琼峰列位师祖啊，总得在寿元耗尽前全力搏一把。都说天劫一刀，生死两判，万一……自古求仙渡劫，谁都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能在天劫中活下来。能度过天劫的修士只有1、2成，更何况师父早年道基受损，修为本就不太稳定，身患更比寻常修士弱了1倍，就这样渡劫，完全是必死之举。若为师撑不过天劫，小琼峰一应事务就交由你们打理了。师父，我和师兄一定会照看好小琼峰，你安心的走吧。嘘！呸呸呸！不准咒为师，万一真的死了怎么办？哎呀，年纪大了，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反正为师闭关去了。师兄，师父他……我们得帮师父渡过天劫。成仙天劫对于所有炼气士而言，都是无法避免的历练与磨难。天道会根据渡劫者开始修道时的资质，降下不同威力的天雷。成则飞升成仙，败则灰飞烟灭。的天雷，师父能扛过几道？按照师父目前的状况，那以后就只剩下我跟师兄相依为命了。你是难过呢，还是装难过？这正是我冒险去北距泸州的原因。
只有找到它，才能在天劫之下为师父赢得生机。仙节草，这不是能毒死原仙的剧毒之物吗？哼，不错。但将仙节草加以炼制，就能成为骗过天劫的假死药——融仙丹。理论上，渡劫者扛住第一道天雷，自身便会产生一缕仙灵气息。若在这时服用融仙丹假死，冰解肉身，就能躲过后续的天雷，化作浊仙。虽然神通不如正常元仙，但寿元相同，还能继续向上修行。我们必须赶在师父的天劫到来前，将融仙丹炼制成功。这样，师父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有98%了。哇，师兄真厉害！拯救师父行动开始。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。师父最近出关的频率好高啊！闭关都如此困难，渡劫只会更加危险。我们要加紧炼制融仙丹了。师父那么固执，要是知道我们炼制禁药帮他渡劫，所以不能让他知道。不仅是他，门内所有人都不能知道。等丹炉一事解决后，我们便要在丹房外布阵，防止泄密。丹炉，师兄你不是有一个吗？那个丹炉等级太低，不足以炼制融仙丹这样的高级毒丹。据我调查，丹顶峰的万灵云长老有1000毒百金炉，最合适不过。万灵云，好耳熟的名字。万灵云，毒经一书的著作者，精于炼毒，据说平日不近人情，且极其吝啬，难以结交。我们峰中的炼毒大家万灵云长老对各类制毒手法很感兴趣。师妹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哈哈，说起万长老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要不是你在东海之滨用了他所创的断魂丹，我根本没办法接近他。那当然，我可是把你给我的断魂丹都用光了，同行的弟子都被我惊呆了。兰陵娥，虽然我有意让你用断魂丹结交万长老，但也没有叫你把所有的断魂丹都用光了。你这个败家师妹！师兄，你炸我！师兄，万长老来啦！断魂丹怎么炼？回万长老，取灵活心金血3分，密屋断魂草4分，红鱼草2分，废寨水少许。若预算只有20颗灵石，如何炼制？好可怕的气氛！终极令色等级考试，应试技巧1：寻找共性，降低心防。他既然抠门，那我就比他更抠门。4分密屋断魂草改为5分寻常断魂草。10颗灵石了，不用花灵石，我与百凡殿葛长老交好，能以小琼峰灵鱼换他5分断魂草。养灵鱼也是一笔数目。灵鱼是师妹在喂养，她花的钱不能算在我头上。没错，就是我。灵活心金血改为灵狐粪，红鱼草逾10万年可得。废寨水可将旧鞋用狗尿腌制，算下来1颗灵石都不用花，就能用10万年
培育一颗断魂丹。万长老是不是生气了？10万年，长寿，你竟能抠到这个地步吗？应试技巧2，共有示众，借力共情。灵娥从不知师兄竟然这样节俭，想到师兄用旧丹炉，好不容易为灵娥炼制了断魂丹，灵娥却在东海之滨肆意挥霍，都是灵娥的错。我日子过得苦一点没什么，只要师妹好好的就够了。师兄，真是兄妹情深呐！万长老一句话都不说，不会是看穿了吧？保持冷静，随机应变。若论节俭，我还是不如你呀。完了，传说中的阴阳怪气大法。没有打探到万长老如此阴阳怪气，看来我搜集的资料还是不够齐全。这样拮据的生活，偏偏还有个挥霍的师妹，让你本就不富的生活雪上加霜。完了完了，千毒百金路无了，师父也无了。愧不敢当。万长老这啥意思啊？不知道啊。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千毒百金炉。没想到我们真的打动了万长老。何止是打动，师伯说万长老对小琼峰的境遇倍感痛心，甚是怜悯。长寿不易呀！好了，也该让你看看千毒百金炉真正的模样。他们2个人呢？你浪费毒丹，该让你长点记性。11、12、13。师兄，人家看不动了。1。哎呀，年轻人真是血气方刚啊！立体复合型组合大阵，这是我精心筹备了60年的原创阵法，与洪荒主流阵法横向分布不同，此阵纵横交错，环环相扣，甚至可以对付真仙境的仙人。师兄，阵法的威力不是与布阵者修为有关吗？我们都不是真仙，怎么困住他们？所以需要一个真仙相助，最好还是一个不懂阵法的真仙。99真仙境，不通阵法，破天峰忘情上人的9徒弟，与其师兄师姐合称9字9仙人。99就是被其中的959师这对道侣带大的。从同门成为道侣。
想什么呢？九乌，本次行动的重点攻克对象，在北周时他就对我起了疑心，贸然去找99，必定引起他怀疑。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，引开九乌师伯。九乌阴险狡诈，普通的办法对付不了他。99最近因被门内责罚戒酒而发愁，每日睡不着，一早起来就找九乌撒娇，九乌对此无可奈何。我们不如算好时间。正位冲1，对位退6，看位归4，离位进2。什么砍树做掩护，防止被师傅发现？我看他就是想和99师叔单独相处。臭师兄，给我断！年轻人真是生龙活虎啊！师兄，快让人家看看这阵法到底什么样。多亏了99师叔用仙力稳固阵基，我这大阵的构思才得以落实。大阵已经建成，是时候炼制熔仙丹了。可是，怎样才能让99师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炼制熔仙丹呢？他不懂阵法，不也同样打造出了这立体复合型组合大阵吗？圣门到底在哪里呀？阵法什么的真是烦死人了！熔仙丹炼成了。这就是培元丹啊！总算走了，幸好在炼成熔仙丹时，及时解除大阵，避免了迷阵变成杀阵，暴露出我更多底牌。咱们说好的，炼成培元丹后，你要送我1年份的佳人酿。放心，除了这些，待1年后师叔戒酒期过了，我埋的恒河水老白干也送给你。以后还有什么要帮的，都包在我身上。师叔，若有人问起您这段时间在这里做什么，请您反正99师叔所知有限，让他如实相告，应该能解开今日的误会。至于熔仙丹，虽然炼成了，但服用此药的前提是，师父必须扛过第1道天雷。如今渡劫期临近，师父出关频繁，心境不稳，万一……所以师兄，你让我砍树的另一个目的，就是制造第2套渡劫方案的这个法拉，法野鸟龙。
你不要小看我在9年义务教育下的成果。此物在师父渡劫时自有妙法。如此看来，此次师父渡劫定是万无一失。这是师父的天劫。师父不在山中，师父此时不告而别，他定是怀着必死之心离开的。师妹，走，先找到师父，必须将容仙丹和法叶鸟笼交给他。若被这雷光击中，你们会灰飞烟灭的。师妹，你在这里等候。师兄，师父会活着回来的，对吧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师父。长寿，为师天劫将至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快回去！弟子有办法助师父渡劫。为师的状况自己很清楚，你快带着灵儿回去。今后小琼峰就交给你打理了。我之前已央求过几个相熟的同门，平日多来帮扶。师父怀有必死之心，定会被天道认为道心不稳，怕是连第1道天雷也不能度过。为师让你回去，你没听见吗？你平日的谨小慎微去哪儿了？这天雷不比寻常，以你的修为，一击之下必死无疑。到那时，你让为师如何心安？还有灵娥怎么办？谁来照顾你师妹呀？师父养育弟子，教导弟子100年，并引弟子入道，多年来从未有过苛责。弟子现在唯一能为师父做的，就是在天劫下为您挣得一线生机。你这又是何苦啊？仙门怎么走？多谢。等等。现在想来，这雷云虽有压迫感，却非天威，所以刚才不是师父的天劫吗？为师也是第一次渡劫，没经验嘛。这么快就动手，龙族想做什么？忘情伤人的3元玄火功法真绝妙，若能习得1、2，无论炼丹还是强身健体，都大有助益。师兄，我是不是闯下大祸了？什么？
虾妖怎么突然变成了东海水君？事有蹊跷。师兄，师父。师父雷劫已至，必须马上回小琼峰，启动避雷方案。他道基残损，如何敌得过重重天雷？师兄，这次是真的天劫，没错吧？根据云的面积和厚度计算，大约有4道天雷。这么多！天雷就要落下，你们别管为师了，都回去！把为师关起来做什么？这是何物啊？一种抵御天雷的法宝，名唤法眼鸟笼。师父待在里面，不要走动，不要接触围栏。快走，别白费力气了！天雷不会被任何法宝阻隔。法拉第老爷，科学避雷就靠你了。成功了！我没事，天雷也消失了。这笼子竟如此神奇！怎么办？法眼鸟笼毁了。挡住了第1道天雷，也算不错。接下来只要让师父服下丹药，就能平安渡劫。师父身上怎么没有丝毫仙灵气息？难道是因为没有正面承受天劫？糟糕，没有仙灵之力，师父服下融仙丹的瞬间就会形神俱灭。天劫本该由渡劫者一力承担，容不得投机取巧。剩下的天雷，让为师自己来。仙灵气息出现了，师父，弟子有宝药可助您渡过天劫。莫要浪费，留着你和灵娥渡劫使用。师父！您的道基尚未修复，连受2道天雷已是极限，不可勉强。道基又如何？既是天命所为，贫道愿赴死一搏。天道，我绝不会躺在地上求饶，徒儿们就在一旁看着。哪怕他们的师父不中用，不能像忘情上人一样给弟子庇护，贫道也要站着死。
们最后的荣光。这就是人族炼器师的气概，也是贫道的向道之心。不好，师父想要以身殉道。长寿！弟子与师妹千辛万苦炼制宝药，只求师父活下去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躲开！百年教养恩情，弟子心中早已将师父视若父母一般。为人子女，如何能眼睁睁望着至亲消陨？师父，为了我们活下去吧！为师尽全力拼这一次。来吧，让贫道见见最后一道天雷。我怎么化掉了？道祖在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师父他……等等，再等等，还能另外奖赏破天风秘籍。怎么样，东海大会，考虑一下。若能得到3元玄火，对我渡劫确实大有裨益。弟子修行尚浅，恐怕要辜负师伯美意了。师侄谦虚了，我知你精于炼毒。你之前给灵娥炼的那个叫什么丹来着？容仙丹。若我所料不错，你先是去北周找到了容仙丹的重要原材料，又设计获得了万长老的千毒百金炉，最后又哄骗小九为你炼制。我说的可对？这……师兄怎么办啊？快想想办法呀！果然瞒不过师伯，长寿确实炼制了容仙丹。师兄，这是弟子的炼丹笔记，
详细记载了熔仙丹的配方及炼制流程。因师父道基有损，弟子不忍见师父命丧天劫之下，于是铤而走险，炼制禁药。唉，完蛋了，九无师伯全知道了。这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啊！救命，太窒息了！啊，师兄！啊！师兄！啊！他顿悟了。半虚六阶，好小子！啊，我竟然又顿悟了。什么情况？罢了，熔仙丹一事我可以不追究，但东海大会你必须去，否则我治你一个私炼禁药之罪。弟子领命。师兄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熔仙丹主要成分三精碧波蛇蛇头。我故意将错误的炼丹笔记交给九巫师伯，因此他断定我有心无力，并没有炼制出真正的熔仙丹。那刚才的顿悟，顿悟是真，修为是假。哇，龙宫可真气派。是啊。风雨术，风雨术不仅是一种传音艺术，还可以自行接纳周遭讯息。优点是不会耗损神魂之力，缺点是各类讯息一拥而入，需要甄别。刚才究竟是谁在暗中观察读心了？就是他了，看上去不像是普通龙族子弟。他看我干什么？难道是察觉了我的风雨术？哎呀，不应该啊！风雨术不耗神魂之力，并不会惊扰对方。算了算了，保持低调。哼，龙族现状的确堪忧。经龙凤麒麟三族大战后，龙族气运折损，大不如前。如今天道大兴人族，道门三教盛行，他们却好似还沉浸在往日迷梦中。我宣布，第一场人龙打擂正式开始。你与本太子切磋一二。你与本太子切磋一二。二太子，你是要与我长寿师侄切磋吗？不错，让他上场吧。
欺人太甚！此战绝不能赢，否则比试时气息稍有不稳，就会突破到归道境巅峰。随之而来的，便是成仙天劫。你，二太子，长寿自知修为浅薄，不是您的对手，还请殿下另择他人。师叔，弟子愿带长寿师兄上场。我就选定你了，如此推脱，不如让你们师门仙长直接向龙宫跪拜认输。唉，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这次比试以水莲台为界，退到外围即为认输，双方点到为止。且慢！怎么了，二太子？你我不如转个文斗？废话太多，看打！龙宫大佬云集，稍有不慎就会暴露，必须速战速决。九龙探云步，离火为引，赤焰化蛇。此招虽展现出了小兽兽反徐二阶的极限实力，不过以二太子的修为，应该轻轻松松就能夺。啊，打中了！二太子大意了。反正不管怎样，小兽兽是赚到了。连殿下的仙甲都没破开，这蛊火也不过如此。殿下注意躲避呀！二太子轻敌失了先手，接下来定会谨慎对战。长寿再想伤他就难了。好厉害的符法！再来！趁现在降低术法威力，只要这个敖乙一反击。符引旋风，起！这怎么可能？干得漂亮！哼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等下就让尔等见识一下我远古最强武真正的实力。小兽兽，一鼓作气，好好在台上展示下什么叫楼外有人。这不应该啊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不对，他想输，但为什么呢？这位二太子怕是想故意受伤输掉比赛，好借此让龙宫对赌仙门发难。眼下若想解此困局，并保住赌仙门颜面，最好是让长寿打成平局或惜败给二太子。长寿绝不能赢。不愧是天仙的高度和眼界，竟能看破背后这样歹毒的奸计。只是，若龙宫真的想用敖乙受伤来生事，为何非要选择我这样一个最弱的弟子？躲不掉了。奇怪，此拳并无太多威力。无论如何，先设法退出水莲台。你这是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呀！不过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好强的后劲！
结束呢？我都被打出台了，你竟然还不放过！殿下不仅招式精妙，连武德都这么高尚。这怎么看都像是要把小兽兽拉回去痛扁一顿啊！不过刚刚那招真的隐藏了后劲儿吗？为什么我看不出来呢？长寿尽力了，现在也顾不得我渡仙门颜面了。长寿，无论如何必须输掉比试，哪怕输得难看也无妨。是时候展现我精湛的演技了。接下来，一决胜负吧！我会让你领略到龙族真正的手段。去死吧！符影震雷，妙法归一。这么狠，完全不留余地。你不要低估本太子的决心。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若长寿赢了，那这次的麻烦就大了。殿下，龙族的威严靠你来维护了。脚跟挪出边界约有1寸，渡仙门输啦！殿下好帅好帅呀！长寿师兄输的也太难看了，果然还是输了。你们殿下一个脚都踏出来了，你这分明就是黑。长寿果然是可造之材，深谙输赢之道。我就知道，身为这一代中最强的龙，殿下是绝对不会输给人族的。既然战局已定，那是时候谈一下东海之滨土地划分的事。殿下放心，此战我龙宫必胜无疑。既然你们还有异议，那就接着打。还不死心？失策，不由自主就挡住了。这攻击看似朝外，实则是将力道回转自身。难道他想，即使没人懂得本太子的决心，我也绝不放弃。哪怕是自震元神，你终究还是输我一筹。完了！敖以千方百计要输给我这个渡仙门最弱之人，是想反向羞辱龙族，从而扭转族中不良风气。只可惜，没人明白他的心思。抓住他！不妙，我的境界快压不住了。混账！竟敢伤殿下元神！弟子修为不过反虚境，如何能伤人元神？还请诸位明鉴。突破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快被成仙天界锁定了。
得赶紧离开才行。谢将军，他说的不错。殿下是因为自身法力太强，运转时出了差错，才震伤元神。多加修养，便可痊愈。不愧是殿下，法力竟强横至此。快带殿下回房休息。我还没有说。陈董，祖龙血脉绝不会输。谢将军可别说了，给你们二太子留口气吧。等等，我也可以装伤退杀。长寿师兄，你的伤势如何？无碍。哎呀，伤成这样还逞什么强？那二太子实在太过分，摆明要欺负人才故意选了长寿。玄雅，咱们一会儿为他报仇，让那些龙子龙孙知道渡仙门的厉害。九九失职，速送他回渡仙门养伤。不可以，万一途中突然渡劫就麻烦了。啊！弟子斗胆，请师叔留下，让弟子独自回门。东海大会，波诡云谲，每少一人，仙门便多一分危险。若因弟子之私而令师门陷入险境，弟子万死难辞其咎。长寿，你……长寿师兄，当真是大仁大义的君子。如此，便依你所言。小九，将3元玄火传给他。喏，师傅让我给你，这功法能强化神魂和道躯，对你养伤极有好处。哼哼，总算到手了，渡过天劫的把握又多了1成。多谢忘情师伯祖。劫运已经开始聚集了，来得这么快吗？此处距离渡仙门5000里，距离东海逾万里，龙宫应当探查不到天劫的动静。糟糕，妆化了！果然，易容术和幻形术还是容易出差错，再加上防水特效妆，才算3重保险。这个岛屿虽然足够隐蔽，但结构复杂，藏身之地反而太多了。不妥。这里构造简单，不会引起旁人注意。海流有点不对劲。海下竟有洞窟，还有天然的逃生通道，倒是个渡劫的好地方。哇！不对，我吃的是什么？药！龙宫居然在此设伏，好险，差点中计了。又龙抗药性都这么强，看来软仙散还要改进配方。符阵，水源惊天印。
怪的盾法。狡诈的人族，偷袭！还下毒！不对，是酒。这声音是敖乙，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难不成他打算到道门拜师，继续刺激龙族？符咒，一旦有人对敖乙下杀手，就会被符咒锁定元神，遭到龙族追杀。万一龙族发现是人族袭击了他，事情越闹越大，牵扯到我的天劫就不妙了。既不能灭口，又不能放任这个隐患，哼，那就只有物理性洗龙灭迹。漂洗式。滚筒式。甩干式。很好，残留的指纹、药物、指人、法术痕迹都已清理干净。哼，敖乙，你我就此了断因果，往后莫要再见了。火星盾法，水遁。不愧是大道之力，容不得丝毫伪装。土遁。木遁。金盾。还好前些年为了防止意外，多准备了几处渡劫地应急。成仙天劫终于要来了。
从师傅的渡劫经过来看，表成仙也是一个重要的步骤。道门弟子李长寿，旌旗苍天，弟子诚心立自身之道，成无忧之仙。天苍地明，我道长宁。感念苍天落下成道之劫，降成仙机缘。这样算是礼数周全了吧？好强的道运，难道这就是天道的回应？洪荒无量，劫灭生，唯道是存。李长寿，让吾看看你的道。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这就是三霄之首，截教第一仙子云霄。拜帖我已看过，劳烦长庚道友特来告知。有些悸动，怎么回事？难道中了什么摄魂术？不，周围没有法力波动，这不是法术，是我的因果在变动。避开，必须避开这个大因果。长庚道友真是洒脱不羁，正说这话，怎么突然躺下了？在下多有冒犯，望仙子恕罪。无妨，还请长庚道友带路，我这便寻回大哥二妹。云霄重情重义，可惜有3位兄妹做拖油瓶，终究会卷入封神大劫。要接近公明道友，还需麻烦仙子这般。大妹，大姐，跪下！四面树敌，徒增冤孽。你们2个都给我回三仙道，闭关思过。干脆利落，不愧是云霄。今日幸得长庚道友相助，容我以此剑意图表表谢意。好妙的笔墨，里面隐隐透露无穷道韵。高尚动源，物生九天。截教圣人，通天教主。莫非图中剑意是出自通天教主的杀伐至宝清平剑？好厉害的悟性，只看一眼就能感受到师尊剑中道韵。浩瀚天威，劫云将至，长庚道友这是要突破了。我还没做渡劫准备啊喂！绝对不能突破！今天劫云比成仙天劫更恐怖，天雷将直击道心，稍有差池，道心破碎，仙路断绝。近万年没有几个熬过金仙劫的，我这不是送死吗？道花修之不易，道友何苦自伤？在下有幸参悟圣人道运，却为参透真意，自斩道花，重新修行，以求大道圆满。
原来如此，是我唐突。天雷来了，仙子快退开！长庚道友莫怕，我来助你。行道多歧途，不被自劫通天路。混元金斗，开！这就是号称装进乾坤并四海的顶级法宝，在封神大劫里，捉龙鸦、求阳锏，生擒阐教12金仙，逼圣人出手的混元金斗。云霄仙子，多谢。斩道明本真，一斩道基错漏之处。二斩晦涩不明之处。三斩虚浮不定之处。完了，欠了这么大一个人情，因果已经结下。经过此次海神册封大典，我被正式封为天庭海神，主要统管四海斗、温、冰、火之事，从此享受天庭待遇，每年都会有固定的功德收入。一场声势浩大的海神册封大典，一来震慑龙族，为其指明上天之路；二来警示西方教，令他们不敢轻易出手。仙子冰雪聪明，对海神册封大典背后的风云涌动了若指掌。但我始终不明，你为何如此忌惮西方教？你背靠人教，西方教便是一教双圣，也应不会为难你。未成圣者，在圣人面前，终究是蝼蚁，不可大意。你所言不无道理。唉，实在不忍云霄仙子殒命封神大劫之下，忍不住出言提醒，也不知是否真的能影响到仙子。大法师怎么还不来？斩刀花也没用，修为实在降不下来。长寿。原来这就是他真正的名字。长庚、长寿，不一个意思吗？这家伙也太怕死了。
大法师，你怎么就暴露了我的真名啊？因云霄师妹的混元金斗能助你安稳渡劫，我才特去将师妹请来。此前几次与长庚道友交谈，云霄颇有感悟，心中对道友很是敬重。海神这吃好大的面子，大姐一向不问外事，这次竟然……多谢云霄仙子。云霄仙子真是人美心善，九转金丹加混元金斗，内服外用双保险，渡劫成功率提升至98%。劫云这么快又来了，长庚道友，我和玄都师兄会在劫云外守着，若你察觉不对，可随时呼救。绝对不需要，就让我耍个帅吧。啊，道祖！啊，看来是我渡成仙劫时各种意外，跑了天道太多次，触发人工服务，道祖来亲自确认了。竟然惊动了道祖，他又渡的劫得多厉害！渡。道门弟子李长寿精气苍天，弟子入道门修行至今，历经艰险，终得道境。天苍地明，我道长宁。今日成道于此，祈请苍天落下金仙之劫，降长生机缘。这是金仙劫排名第1的万灵天劫，再往上，唯有道祖亲自降下的紫霄劫了。竟修出了一个无极大圆满的道基，无极圆满，乃成圣之资。这般道基引来的万灵天劫，自古就未显露过几次，更鲜有生灵能撑过去。长庚道友，今日只怕危险重重。所以这一次，得做好在金仙劫下抢人的准备。这些景象乃天雷幻化，威力极强，不能应接。道门神通之血晶成法。紫炎符咒，护体金光符。还是暴露了。原来这才是你本来的模样。这人心眼那么多，怎么是个不到200岁的小娃娃？长庚身处大教之争，错一步，便是万劫不复。故此，玄都师兄放心，我等不会将他的真容泄露出去。他这是要跟天劫开战？纸人军团，仙斗大军，出动！全是金仙境的实力，以我的修为，根本撑不过。只能五行轮转，天地乾坤，九霄穿云，瞬息雷动，雷遁。
新的天雷，借天雷之力来击碎龙凤虚影，自古以来从未有生灵这般做过。从未有过，便不能吗？这小子的鬼主意，倒真是多。他怎么站着不动了？这是心结，乃心魔所化。若道心不坚定，便无法从中脱离，直到被天雷劈成灰烬。他伤势太重，再不醒来就真被劈成渣了。我去救人。再等等，天劫既是利缘，也是机缘。若出手干预，只怕会耽搁他的修行。还有，他修行进阶太快，且渡劫时遁入天雷，违背天道。那劫缘为何还未散？谢天道责罚，还来！混元金斗，看！天道当真容不下他。待我推算一番。道祖，桃花斩9次了吗？这是来算账了！为了迎返金仙劫的到来，我用斩道花之法晃了天道9次。弟子是想稳妥点。9成8的把握在度是吧？你咋不10成把握飞升大国？惯得你了。都是太文惹的祸。玄都师兄，如何了？天机不可泄露，但有9转金丹在，天罚只能重伤他。这番渡劫，当真不易。3年悟丹道，12年飞升金仙，15年过去，还好我在小琼峰、海神教和天庭都留了指人，没人发现我失踪。云霄仙子，我已无碍。这12年，感谢仙子守关。你也曾助我兄妹，而今玄都师兄将你托付于我，我亦当尽心。我常以化身走动各处，有诸多隐情。金仙劫之事，放心，我知你与西坊教不断交手，颇为不易。我已叮嘱2位妹妹，绝不外传。如此真心待人，我亏欠他的因果也越发多了。既然我能通过上天庭来跳出封神大劫，或许也能帮助他摆脱入劫的宿命。云霄是因义兄赵公明之死而入劫，若
说我能帮助赵公明躲过死劫，那他……你无事时也可来三仙岛小坐。玄都师兄对你之才智赞不绝口，我也想与你论道一二，不知是否会有启发。多谢降妖，倘若时机合适，我必会造访。二姐，他们在说什么？一会儿抓起来问问就知道了。不要慌，年轻人。毕竟我大姐那么温婉，虽然有时候很唠叨，还总管我们，随便禁足就是几万年。他凶起来更可怕，喝醉了还爱跳舞，舞姿，不好说。啊！跪下！人呢？三霄仙子的性格果然很让人措手不及。敖义兄，且随我去迎产劫两教的前辈。一切都是为了让龙族顺利上天。驯龙第3步，我们的选择不止你们一个。海神老弟，海神道友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贫道倒是和海神小友刚见。大师兄何时与长庚道友这般相熟了？寻宝偶遇。海神老师人脉之广，当真是产劫两教通吃。是谁在看我？啊，这目光温暖柔和。今日海眼灾祸，还需诸位道友帮忙。不知3位仙子能否……多谢云霄仙子。那我与云霄仙子随东海龙王前往东海平息海眼。万龙阵被破，作乱之人不会轻易收手。北海就交给公明道友、碧霄仙子、琼霄仙子防守。海眼中怎么会有饕餮？这并非真正的饕餮。海眼开启，必须龙族以命相填。任何他族之人靠近，海眼中的业障便会凝成此类凶兽，将其阻拦。看来我们必须先解决凶兽，才能设法填补海眼。不愧是云霄仙子，一出手就能扭转战局。那是又来一只混沌。
莫非海眼中的业障能不停化出凶兽？若真如此，恐怕不等将凶兽铲除，我等就要先法力耗尽。师尊，仙域真境必有精，三峰宝剑号清平。海眼遭难，我师尊通天教主特赐此清平剑，助东海平定乱局。长庚道友，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云霄仙子，我已参悟出填补海眼之法，只要有足量功德，就能终结今日大祸。分守各海的三教道友，请速来东海，注入功德，即可平息海眼暴动。稳妥起见，得拉上大法师一起干，然后再多请些道门高手来助阵，实力强的高手，道心稳的高手，不为七情所扰的高手，还有，齐了，出发！大德后土曾封印过七情化身，眼下唯有进入六道转生盘，找他问出封印之法。放心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多宝师弟莫不是忘了，来的可不止你们截教。原以为有上次在灵山的合作，产劫关系会有所缓和，结果七情化身为保全自己，必会趁机阻拦，到时还望诸位前辈出手相助。长庚道友，六道转生盘是大德后土以自身所创的转生大道为根基，构建出的独立于洪荒的小世界，化身进入其中，便会与本体直接失去感应。哎，小子，这次你可用不了化身了。让本体进入一个未知的、陌生的、绝对封闭的空间，太稳健了。来了，做好战斗准备，七情之哀现身了。
一身污业，就险些让我道心失衡。好在大家足够坚韧。贫道想起我龙族昔日惨状，这泪实在忍不住呀。我们也撑不住了。阵亡加3。你们先退后，与哀拉开距离。哀的情绪感染力虽强，但看着似乎并无攻击性。能否请前辈挪一下，让我等去救大德后土？天帝亦是囚笼，他活着就要继续受苦，悲伤那么大，救又有何意义？寻宝有什么可快乐的？贫道也不太行。我也是。阵亡再加3。好在云霄仙子情绪尚算稳定。前辈执意不动，我等只能将您抬走了。你们在意的，终究只是他，谁在意我呢？我拥有的只有泪。前辈，你与大德后土本就互为一体，救他其实意在救您，得罪了。不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不要！说救我，又把我关了起来，这悲凉的世界呀！吃饱喝足，就静静地等着毁灭吧。云霄仙子的道心果然够稳。仙子，我最近劳心劳力，肩颈酸痛，你看能不能帮我按摩下？我这是在说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早说过，靠哭哭啼啼可搞不定。不过也好，毕竟欲望是难以抑制的，努力一把，才知道什么是绝望。七情之欲。不过，普通生灵确实难抵挡欲望，但我身边这位可是道门大师兄。那个，长庚啊，后面先交给你了。为美梦与安眠，不可辜负。别睡呀，起来打怪呀，大法师！您的欲望就只是睡觉吗？没点别的追求吗？我很好奇，你的欲望是什么？你小子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吃错药了？怎么不躲啊？老师早已知道了你的事情，并亲自出手为你遮掩，我便说服老师收你入兜率宫。长庚道友真是洒脱不羁，正说这话，怎么突然躺下了？找到了。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。啊！你一个几百岁的小娃娃，权力、法术、神通什么的不想要，却渴望追求一个吻。前辈，晚辈的欲望您看也看了，不如挪个地方，让晚辈见见大德后土。放心，七情化身交给我们。一切小心。
果然，金魄入转生盘会被引去6道大门，而本体则会去往后土的神石之海。你来了。那应是现世的七行之力吧？前辈早知晚辈会来。这是人教对我的许诺。如今七情脱离封印，一切正到了应验之时。前辈，晚辈要如何做才能助您镇压七行化身？此物生于不周山，乃先天灵根之一，可用来封印七情化身。这是先天10大灵根之首的葫芦藤。据说此藤共结下7个葫芦，每一个都是先天灵宝，而且还成为了圣人的随身之物。其中就有用来收孙大圣的紫金红葫芦。先前灵藤不知何故突然枯竭，这使七情化身从封印脱出。偏偏赶在玉帝转生之时，我以清净元神之力将此修复，或可助你们封印七情化身。晚辈定不负前辈所托，只是七行化身如此厉害，晚辈应当如何应对？稍后你们可进入我的元神查看。你需在那里设法均衡七行化身之力，并用灵藤将他们收束。你们进入我元神之事，必定瞒不过他们，务必小心。晚辈明白。若不能封印七情化身，6道转生盘将会受损，世间亡者将再也无法安息。一切都交给你们了。大娃头，你再睡觉儿都没得喽。怎么这么吵啊？是什么情况？长寿。诸位，咱们此处乃大德后土的元神之所。按大德后土的指引，我们需要均衡七行化身之力，才能将他们彻底封印。请问您是？贫道乃阐教玉鼎真人，是广成子师兄请我来帮忙的。玉鼎真人，不就是披山那位杨二郎之师？广成子竟然将这位大魔也请来了，甚好甚好。此时七行之力中，恶最强，小哀、欲、怒次之，其后是惧，最后是爱与喜。我们要做的是分头行动，弱化恶、哀、欲这3个化身的同时，维持怒惧的现状，并强化爱喜这2个化身。当这灵堂上的7颗珠子同时亮起，便代表七行化身已被封印。今日仰仗诸位了。互相理解有必要吗？真的有人想要去理解对方吗？不过是为了得到回应，才去假装做出一副理解别人的模样吧？不累吗？你此前说过，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于生灵对外界的感知，一切都不存在任何意义。但这些意义又是谁在定义呢？是你吗？你不就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可我的存在是需要被抹除的，
依然是虚假的。不能让我就这样消失吗？对你自身而言，或许没有意义，但对于需要你们相助的人，很有意义。一直躲在这里不敢走出去，怕伤害到别人的你，与那个背负了一切苦难，还想着去帮助旁人的他，终究只是同一个生灵罢了，一样的温柔啊。我能帮上他什么？我只是一个只知道悲伤和绝望的废物罢了。情绪稳定如仙子，也开始受到哀之化身的影响。不愧是七情中排名第2的小哀。再这样下去，不要说就大得后土，我们本身就要永远陷在这场哀伤的风暴中了。有了，来，你我做个简单的游戏，或许会对你有所帮助。这是我的一份快乐，你也拿出自己同等的悲伤出来。你说，这里面是愉悦还是悲伤？都不是，是情绪的混沌。混沌生阴阳，所以就有5成可能是悲伤，5成可能是愉悦，对吗？似乎是这样。那假如这块黑布你一直不去掀开，悲伤和愉悦可以算是同时存在的，对吗？也可以这么说。所以在此刻，悲伤和愉悦已经叠加在了一起。那你向前看，下一刻、下一个时辰，或者更远了，那里的情绪是不是也是5成可能是悲伤，5成可能是愉悦？不，你说的这些都是歪理，我根本活不到那么远。那你说，这里面一定是悲伤吗？悲伤并不是你存在的意义，感受生灵的悲伤才是。感谢蓝星大佬薛定谔提供的理论支持。七情中喜、爱、怒、惧、欲，5情意倾向稳定。小哀也即将被我说服，接下来就差大法师那边了。长寿，看样子我可能要费点劲儿了。得抓紧时间了。玉帝死刑若不能下凡历劫，便无法顺利归位。天庭，危矣！真的是愉悦呀！虽然知道你们不是为了我，但我还是因你们产生了点不该有的念想，
只是既然最后都是虚假，为何要有开始呢？我怎么这么悲惨？贫道号长庚，人教弟子，天庭水神，能与你相识，引为道友，共成今日之事，相助大德后土，三生有幸，不胜荣焉。我是众生赋予后土的爱情，我既是后土。后土之德，天地共鉴，请后土娘娘归位。大德后土，务实传顺，众生感业愿，永世不绝。看来大德后土之事，令你感悟良多。你的大道快要凝成了。我只是刚刚触及道的边缘，要修成大德后土那样的大道，还差得很远。哟，这小子还挺有自知之明啊。后土之大爱，实属可贵。似他这般先与天道而生的生灵，天性与道相近，对凡俗情念一知半解，探寻大道尚且需要漫长岁月。若非心存一腔孤勇，又何敢耗费光阴，眼花七情？仙子也是先天生灵，不知仙子是如何找到道心所向的？我诞生之初，本是天地间第一缕云彩。当我睁开眼的那一刻，我看见天空与大地分离，混沌的浊气缓缓退去，缥缈云雾冉冉升起。晨光是我，微风是我，朝露是我，万灵同类，混元而生。我想，那就是我要追寻一生的道。仙子笑起来当真好看。我搜肠刮肚，还想吟诗作赋应应景，却发现自己所知的那些诗词，抵不过你美的半分，只能用这般一句好看来夸赞了。今日你怎的多了这般言语？常听人说，先天生灵以道性居多，修行越久，越是忘情灭性；而后天生灵则以人性为主，实力越强，越会彰显私欲。仙子觉得，道性与人性，孰轻孰重？道性与人性，本就是此消彼长，自然需坚定道心。我却是一个俗人，我以为道非本我，性为本真，人性恰恰是生灵的本心。舍去本心，何以寻得真我？须知本心本性，得名造化道生。云霄受教了。
果然，如果云霄仙子真能断绝人性中的情念，又如何会在公民前辈死后，以身入劫，替兄长报仇，最终落得那般惨烈的结局？别吵，别吵，嘘，还能听到些声音。仙子，你可想过，若你我结成道侣，会是哪般情形？怎的突然说这些？我与你此时只是相熟，虽彼此有心意，但此路漫漫，言之过早矣。但你我只需平日里多见多言，自会快一些。我也想与你多见。那我们每500年见一面，可吗？500年，关在五指山的猴子都能熬出狱了。这就是先天生灵和后天生灵在时间观念上的时差吗？这枚落宝铜钱，还请仙子收下。你我之交，本应淡如水才是，怎的还要赠我灵宝？此物放在仙子这里，我最安心。倘若封神大劫避无可避，有了此物，或能帮公民前辈挡灾，降低云霄仙子入劫的因果。我知你有你的缘由，你不便说，我便不问。此物于你，而今强敌环伺，盼此仙云，护君一程。这……亲赠一缕青丝，我还一份因果。那仙子，500年后见。